时光飞逝，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经有2年时间了。2年下来，俄乌问题悬而未决，显而易见，俄罗斯已经陷入了乌克兰的战争泥潭中不可自拔。记得战争开打之初，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这个世界第2军事强国，收拾乌克兰就是热刀切黄油一般简单。可这2年打下来，结局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普京宣称的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要中立化的3大战略目标，至今没有达成。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了45年前的中越战争。几乎是面对同样的处境，为什么中国能名利双收、体面收场，而俄罗斯却深陷战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呢？普京跟邓小平之间究竟差在哪里？就当年中越战争和今天的俄乌冲突来比对，当年的中国外部环境跟今天的俄罗斯极为类似，双方都是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才悍然发动的战争。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基本上以平原为主，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历代俄罗斯沙皇为了抵御来自西面的威胁，不停地向西方开疆拓土，兼并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为自己积攒了上千公里的防御纵深。靠着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玩法，俄罗斯在历史上成功抵御来自拿破仑跟希特勒的入侵。但是自从苏联解体后，北约步步东扩，祖宗浴血奋战积累下来的家底被叶利钦等人挥霍一空。现在莫斯科到乌克兰边境只有450公里，对于西方机械化部队而言，只需2天的路程就足以兵临城下。而俄乌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以这一仗确实不得不打。当年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首都北京与苏联的势力范围蒙古只隔了一道燕山，苏联红军在我们边境陈兵百万，如芒在背，边境部队距离我们的首都最近只需要半天功夫就可以朝发夕至。当时有一个共识，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只能抵抗72小时，不是抵抗72小时就退下来，而是72小时全军覆没。为了抵御苏联，几乎耗尽了我们当时所有的战略资源。那时候的准备是北京不守就退入西南抵抗，这也是大3线建设的由来。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越战之后，苏联人把我们这条后路也给断了。没错，就是那个生米恩，斗米仇，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越南。中国本来是越南战争最大支持者，几十年间为了支援他们的民族独立战争，我们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抠出了200多亿人民币和90多万吨军事物资援助越南。可万没想到，赶跑美国人之后，越南领导人李隼野心膨胀，想要通过充当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以此来获得苏联的援助，实现其快速恢复国力的目的。为了交纳投名状，李隼在国内大规模排华，且越境突袭我国村庄，杀害无辜边民，甚至吞并老挝和柬埔寨，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是可忍，孰不可忍？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同样如此，他接手国家的时候，乌克兰已经内忧外患，寡头和外资早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吃干抹净。就算古往今来所有改革家齐聚一堂，也没办法就得了这烂到骨子里的乌克兰。乌克兰想要翻身，只有一个办法，加入北约欧盟，逼着那帮家伙下场帮自己。毕竟乌克兰可是对俄前线，俄罗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乌克兰加入后被弄死了，西方颜面何存？所以泽连斯基在开战之前主动进攻乌东，其实跟当年的李隼打的是同一个主意。面对泽连斯基兵行险招的打法，普京心里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俄罗斯之所以害怕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因为乌克兰不同于波兰、芬兰这些国家，刨除掉它离俄罗斯本土只有咫尺之遥这点不说，光是它那4300万人口以及苏联留下的重工业底子，就是很可怕的战争潜力。过去因为休克疗法以及西方的蚕食，乌克兰经济才会一蹶不振。如果它变成北约围堵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这种潜力有可能被美西方给盘活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日后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将会崛起了一个类似于土耳其这种体量的军事大国呀。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仗是必须打的。但普京错就错在他的打法不对，否则俄罗斯也不至于陷入如今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了。孙子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俄罗斯在伐谋上面一开始就输给了拜登。你俄国人害怕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请问美国人难道就不害怕乌克兰加入北约吗？要知道乌克兰加入之后，美国同样会背上战略包袱，到时候北约跟俄罗斯西线全境接壤，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升。一旦出事，请问美国是战还是不战？如果美国选择参加战争，那么请问还要不要围堵中国？到时候中国恐怕做梦都能笑醒。只要中国在俄罗斯背后输送力量，就能把战场定死在欧洲，用俄罗斯的人命去消耗欧美的实力，简直双赢啊！可普京没有沉住气，以至于成了这场胆小鬼游戏中的输家。伐谋不成，还可以伐交，兵者凶器也，万不得已而用之。能用外交解决的，就尽量不要动刀兵。可遗憾的是，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来得非常突兀，外交上完全没有做好铺垫，以至于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心理准备，一开始在道义上就落了下风。与之相反，1979年对越自卫战前夕，我们在对越南动手之前，可是在外交上下足了功夫的。先是出访美国，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隐晦的提示，小孩子不听话要打屁股了。美国人听后也心领神会，后来在开战的时候，还能在一旁帮忙恐吓，勃列日涅夫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当时东南亚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我们也是极度的戒备与防范，尤其是我们还是越南最大的幕后支持者，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最大推手，让他们相信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会出手阻止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是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军事扩张的目的，并不容易。比方说邓小平在出访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相比于围堵北极熊，我们更加防范中国龙。邓小平也知道，几十年的过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面对李光耀这种近乎露骨的不信任，他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询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办？言下之意是你们东南亚这些国家究竟想要我如何处理越南问题？这话听起来平平无奇，但落在李光耀耳朵里无疑是一记惊雷。据说他在听到这句话时有些不知所措，良久才反应过来。李光耀虽然长着一张中国脸，但他从小是喝着西方洋墨水长大的，骨子里对西方人提倡的那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深信不疑。他本来以为中国这次来就是来逼他们站队的，可没想到堂堂五常大国居然会询问新加坡这种罪而小国的意见。丛林法则见得多了，对于这种尊重自然看得格外珍贵。随即李光耀就真诚地跟我们介绍了东南亚国家关于这件事的看法。他们希望中国阻止越南的扩张，但不希望中国对中南半岛过多地介入。明白了这些国家的立场，我们在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才能见好就收。如果当时把越南打得太狠，恐怕东南亚国家就要哆嗦了。反观普京在这一点上面就做得不太够了，他事前根本就不知道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问题是个什么看法。相比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各国更看重的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国家疆土神圣不可侵犯，这套秩序保护了很多中小国家的利益。现在你们俄罗斯出兵公投入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中小国家谁不发怵？今天是乌克兰，那明天会不会是我啊？依笔者看，普京在战前应该拉一个群，把德国、法国、沙特、巴西、印度这些可以争取的国家搅进乌克兰问题之中，让他们也发表一下意见。这样一来，既可以给这些国家一个面子，也可以把乌克兰置于道德低地。毕竟除了美国，没几个人愿意欧洲燃起战火。如果乌克兰一意孤行，那就是不给诸位大哥面子，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俄罗斯已经仁至义尽了，如果真能这样，那开战后俄罗斯的舆论环境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可开战之前，普京除了趁着冬奥会来中国通力回风之外，对其他国家压根没有重视。如果他知道世界各国对于破坏领土疆界会这么敏感，普京也许就不会直接对乌克兰搞入俄公投这一套，而是鼓捣乌东四州独立，让他们跟泽连斯基互相对号。毕竟乌东四州是乌克兰的工业区，拿下了这里就相当于摧毁了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西方如果要是扶持乌克兰，就要从头做起，这个成本他们也要掂量掂量。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乌东日后打不过泽连斯基，那俄罗斯军队也可以以志愿军的形式入乌作战，比如瓦格纳雇佣兵在非洲做的那样。到时候国际社会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这种代理人战争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除了伐交层面落入下风之外，俄罗斯在伐兵的时候也陷入了被动地位。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在真实战斗中，没有人真的能做到知己知彼。战前的军旗推演永远都只能是推演，决策者应该根据战场反馈的第一手信息来制定战略，特别是对于多年没有打过大仗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那如果战前没有第一手信息该怎么办？就好比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的我们，由于多年动荡，军队在指挥后勤上相对于建国之初都有了很大的滑落。反观越南军队则常年枕戈待旦，而且深得我军战术真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取胜就必须要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有10分力气只能使出3分，以泰山压顶之势形成绝对优势。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即使出现什么纰漏，你也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填漏补缺。战争开打后，我们虽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但由于越南的军队都被调到南边去侵略柬埔寨了，北方军力空虚，主要以民兵队伍为主，就算我们露出什么破绽，他们也没那个能耐抓住机会。反观俄军则不然，一开始就是靠着10万合同兵和一群乌东民兵去刚乌克兰的举国之兵，一旦出现破绽，还有机动部队去补救吗？俄罗斯过去那些年盲目参考美国的信息化战术进行军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信息化部队是以雄厚的国力作为支撑，这世上抄袭美国作业的国家不胜凡数，但能抄袭成功的也就中国一个。俄罗斯方面因为缺乏军费，国防部长绍伊古只好这里省省那里砍砍，最后邯郸学步，把自己学成了一个4不像。当这些缺点在俄乌战争暴露出来后，立马就被乌军抓住空当，打了几个漂亮的反击战。如果当时俄军在战场上能多10万到20万的军队，何至于被乌克兰这种小角色给羞辱了？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当年我们出兵越南的时候，深入敌境的时间也就1个月多一点，随后就迅速撤回国内，为的就是避免像美国那样客场作战，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把预设战场定在两国交界的老山和者阴山，一点点地消磨掉对方的国力，最后利用体量优势，成功在1988年把越南逼回谈判桌上。相比之下，俄罗斯一开始就深入敌境，刺激敌人民族情绪的做法就难免落了下乘了。